Karsa Maple 所在 PSG 小场6连败，若定组赛输 VKE 将跌至涅槃组。LCP 年终决赛昨日结束小组赛第3日比赛 ，PSG 以0-2不敌 GAM 后遭遇开赛3连败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PSG 大场3连败的同时，小局也是1局未赢，目前已经锁定挑战组倒数第1。LCP 年终决赛小组赛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阶段8支队伍分为2组 ，LCP 季中赛对应第2赛段，前4的队伍进入挑战者小组。后4名进入突破者小组，组内单回圈 BO3 结束后，挑战者小组前2名将留在挑战者小组，突破者小组后2名将留在突破者小组。目前挑战者小组的 CFO 和 TSW 已经确定将留在挑战者小组，挑战者小组后2名 GAM 和 PSG 将和突破者小组前2名进行定组赛，定组赛为单败 BO3。挑战者小组第4名 PSG 将对阵突破者小组第1名的越南 VKE，GAM 则要在定组赛面对今天下午进行的比赛中 SHG 和 DFM 的胜者。定组赛2个 BO3 获胜的队伍将进入挑战者小组，失利的队伍进入突破者小组。小组赛第2阶段为组内双败 BO3， 挑战者小组的4支队伍都将确定进入淘汰赛阶段，因此 CFO、TSW 2支队伍目前已经锁定季后赛资格，挑战者小组前2名将进入季后赛第2轮，并且挑战者小组头名有资格主动选择季后赛第2轮的对手，而竞争者小组后2名将无缘季后赛，竞争者小组前2名则要在季后赛首轮对阵挑战者小组后2名。Karsa Maple 所在 PSG 不敌越南 MVKE 跌入涅槃组 ，GAM 进挑战组。LCP 定组赛昨晚结束，越南 GAM 直落2局横扫日本 SHG 保住了挑战组资格，而 Karsa Maple、Betty 所在的 PSG 依然难求一胜，以0-2不敌 Southam 执教的越南 MVKE 跌入突破组。至此 ，LCP 年终决赛小组队伍已经确定 ，CFO、TSW、GAM、MVKE 进入挑战组，挑战组的4支队伍都已经锁定季后赛名额，而 PSG、DFM、CHF、SHG 进入突破组，之后将进行小组赛第2阶段的比赛。小组赛第2阶段的比赛采用双败 BO3 赛制，挑战组小组前2的队伍将直接进入季后赛第2轮，挑战组3、4名和突破组1、2名将进入季后赛首轮，突破组3、4名将直接淘汰。PSG 对阵 MVKE 双方选手数据，不知道 Karsa 和 Maple 还能再奋斗多久 ？Karsa 是否还想回到 LPL？Karsa 坦言离开 LPL 后迷茫，对全局 BP 非常兴奋。FAK 粉碎战舰，前往和平篮球馆。2024年对 Karsa 而言是颇为失落的一年，他满心期待且自信满满，一心想着能再次在世界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，可最终却连 PCS 总决赛的舞台都未能登上。FAK 战队自然是未能晋级全球总决赛。2025年 ，Karsa 选择转投 TLN 战队，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迈进。在接受媒体 ETtoday 专访时，他分享了自己对新赛季、新赛制以及新队伍的看法，还谈及了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。去年我的表现很一般，这对我的心态打击不小，就像是从高处猛地跌落下来。Karsa 坦率地说道，当初他从 LPL 赛区回到 PCS 赛区，本是期望自己能成为队伍的领军人物，带领大家杀进世界赛。然而实际情况却是，他的状态越来越差，尤其是在去年的 PCS 夏季赛，完全找不到方向，感觉就只是在机械地打游戏，却毫无进步。这种无力感和迷茫感，是我过去在 LPL 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新的一年，万象更新。今年 Karsa 加盟了此前多次夺冠的 TLN 战队，而这支常胜之师也被众人视作2025年 LCP 联赛夺冠的大热门。
今年 LCP 的赛制应该会特别有趣。卡尔萨的语气中满是兴奋之情，在常规赛就能与日本和越南的队伍过招，这感觉就跟以前打国际赛似的。而且我特别喜欢全局 BP 这种模式，以前受限于游戏版本，每场比赛都只能选用强势英雄，实在是太无趣了。卡尔萨补充说，之前我看到 Tarzan 用了一把扎克，当时我就心痒痒的，特别想尝试一些别具一格的英雄，因为常规赛是 BO3 的赛制，可能机会相对较少，但到了 BO5，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了。我肯定会拿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英雄角色。目前 LCP 赛程已经推进了2周，新加入且相对陌生的越南队伍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但 TLM 依然保持联赛第1名。卡尔萨着重提到 VCS 赛区的队伍擅长激烈对拼，与他们对决，每场比赛的激烈程度肯定很高，这对提升我们赛区在小规模团战中的操作水准也很有帮助。我个人特别期待能和 GAM 战队交手，毕竟那可是越南的全明星阵容，打法带有一种越南闪电狼的风格。而且 Levi 这几年在国际赛场上的操作一直都很出色，很稳健，我特别渴望能和他一较高下。今年 Karsa 选择加入 TLN 战队，早在 Caspa 杯赛事期间，他就深刻体会到了这支队伍能够持续称霸赛区的原因。队伍之所以强大，和教练 Corgi 有很大关系。他很有威严，在团队训练时会认真地指出大家存在的问题，而且队伍的纪律性特别好，不会出现无缘无故送人头的情况。在尝试新版本、新战术的时候，也能够保证训练的品质，这样在比赛中自然就能取得好成绩。新赛季中，TLN 战队的中野组合被认为是 LCP 赛区最强的。Karsa 和 Fofo 的历史战绩都很好，虽然此前搭档次数有限。Karsa 对 Fofo 也一直印象颇佳。早在2017年，我就觉得 Fofo 的对线能力超强，在亚运会以及最近一起配合的过程中，感觉他变得更加全面了。无论是游走支援还是对线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而且能将优势传递给队友。不知不觉间 ，Karsa 已经在英雄联盟的职业赛场上征战了10年，曾经的对手和队友，如今都陆续告别了赛场，其中就包括前些日子退役的 Maple。我职业生涯登上1级联赛后，第一个搭档的中路选手就是 Maple。看到他离开，我的内心感触颇深。每年 Maple 都嚷嚷着要退役。可真到了这一天，心里还是觉得挺伤感的。我不清楚自己还会再打几年，会综合考虑每一年的比赛成绩，以及可选择的队伍等因素，然后也看看 Maple 直播做得怎么样吧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